大家好，我是彭斌。在这个视频中，我为大家讲解一下素描半身像的绘制过程。通常我们在开始一张画之前，先花一点时间观察一下模特，他的具体特征，什么地方最吸引你。比方说，在这个对象中，他的白头巾、胡子还有烟袋锅都是非常有特点的。我们在画面上要先安排好主要形体的位置，不要出现最后头或者手画不全的情况。我们在观察对象的时候，要先做减法，把对象身上的若干元素归纳成一些最主要的块面，用线去表现它。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抓住明暗交界线，不要过于纠缠于细节。刻画五官的时候，先确立一下脸的中轴线，中轴线的位置决定了你的脸的透视不会有大的错误。我们注意这个嘴，它的嘴因为含住了烟袋的这个烟嘴部分，所以它口轮匝肌是鼓起来的。然后我们注意它这个胡子的侧面，胡子的侧面呢主要是暗部，那么这个暗部跟脸的暗部整个是融到一起的。我们画它的头巾的时候，不要把它画得过于软，因为这个头巾它的特点呢，就是外形整体是比较硬朗的。刚才对形体的进行了一些微调，把头适当的缩小了一些。然后现在是在之前绘制的大的形体比例的基础上，去把各个部分的形体进一步的明确。画手的时候跟画脸一样，也是要用形体归纳的方法，结合明暗去抓一些主要的关系。画到衣服的褶皱的时候，也是抓最主要的明暗交界线和暗面。那么现在马上就把整个画面的大的明暗关系先布局了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擦笔工具对画面的暗部进行一个整体的柔化工作，为后面的刻画打好基础。大家在这个地方要注意，这个涂抹工具呢，它的这个强度的设定会影响画面的效果。我这里选取的是60%。这个过程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些粗糙的线条整体加以柔化。接下来我们要对面部进行一些具体的刻画。依然是从暗部与明暗交接线开始入手，注意每一块形体，比方说鼻子它的侧面的整体性。这个过程中可以对形体进行一些微调，像刚才就把鼻子的位置往上提高了一点点。因为我们用的是有色纸，所以呢可以用白色把某些处在亮部的比较关键的形体适当的提亮。在这个过程中，依然是不要对一个细节纠缠过多时间。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经常用涂抹工具当做擦笔，来把一些过于突出的形加以适当的柔化。我们每一步的绘画都要为后面最好能打一个基础，做一下铺垫，不要一下子把一个东西就画到特别狠。在这个过程中，把一些特征性的东西可以逐步的去增强。我们注意处理脸的侧面的时候，轮廓不要太死太整齐。额头的高光部分稍微提一下，经常把画面进行放大缩小，来观察整体和局部的关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后面也会多次提到。这个时候，当明暗交界线适当的加深了之后，我们可以围绕明暗交界线周围的灰调子进一步的去刻画。现在是把暗面进行一个柔化以及加深的工作，这个过程中注意结合面部的解剖结构。把这个白头巾的基本明暗点缀一下。这个白头巾在视觉上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非常明亮的感觉，所以这个里我用了白色粉笔工具来把白头巾最亮的地方先提出来，这个也符合这个模特给我的第一印象。现在又继续加深了暗面，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相对够的暗面才能继续去刻画灰面。耳朵的亮面稍微提了一下，把头巾的暗面也铺了一下。白胡子的亮面，我们结合体积和明暗的这个关系，把它适当的加以表现。暗面的结构，脸的侧面的，以及脖子后面的阴影都适当的加强。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画面推远看，观察一些整体关系之后，然后继续往画面下方推进。烟袋锅的明暗面，这个时候是在对手进行进一步的刻画。大家可以看到，我经常把画面推远去观察，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画局部的时候，如果你长时间定在局部画，你会很容易忽视整体局部的关系，可能会出现一些错误。像这个大拇指，它的亮面就非常突出。然后食指的暗面是扣在烟袋锅上的，注意它的轮廓。画手的时候，手指的指尖形状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是把衣服的毛领子部分进行简单的刻画，这个时候还是要抓明暗交界线以及暗部。对服装的暗面和明暗交界线，以及整体的投影，继续进行表现。把烟袋锅的位置调整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用电脑进行绘画的一个方便之处。如果是在纸面上，就需要把那块擦掉，然后重新画。那么这只手依然是把它的亮面先适当的提了一下。画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的基本结构，所以大家底下可以再进行一些手的单独的训练。你要了解手的掌骨、腕骨以及手指的这些骨骼关系。我们在继续铺明暗的过程里呢，大家注意到这个时候基本上是没有动亮面的灰面的刻画也非常少，我们主要是围绕这个暗面在做文章。以明暗交界线为界，大家可以看到，随着暗面调子的铺设不断进行，这个时候画面整体的明暗已经初步的显现了出来。我们画毛领子的时候，不必太要跟它画的一模一样。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们要抓住主要的东西去表现。好，那么现在又进行头巾部分的塑造。把头巾的形进一步的细分。这个过程中呢，要注意保持头巾形的这种硬度，尽管是一个毛巾，但是它的形体的力量感还是很强的。同时大家要注意这个白色上明暗调子的细微变化。这个过程中，大家还要注意轮廓的关系。现在是把暗面进一步的加深，某些结构和形体做进一步的刻画。我们的暗部总的来说要画的有内容，不能是一团简单的虚过去。然后现在是用一个亮颜色，这个亮颜色比背景色重，但是没有高光的部分亮，用它来把皮肤的受光面适当的提出来。这个过程里要注意结构。
把一些褶皱、皱纹啊这些给它刻画出来。画皱纹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皱纹不是单独的一条线，每一条皱纹它都是有体积的，它上面也有明暗调子的过渡。然后最主要的转折处的高光，额头部分呢适当提了一下，然后我们随时再拉远看一下。这个时候呢，把额头正面转上去那个面刚才提出来了，然后现在呢，再用涂抹工具把白头巾做一下柔化。但是这个柔化它只是一个中间步骤，我们马上会把它这个做进一步的这个刻画，因为光靠涂抹去柔化的话，这个形出来是太硬度不够的。随时的去切换整体和局部视图来看整体关系，把暗面进一步的做交代，耳朵的一些细节形体。像这个部分呢，这个投影为什么要加重呢？因为它表示的是头在这个领子上留下的这个明暗关系啊，这个时候进行了一下保存。然后现在呢，是用一个亮颜色来把衣服的受光部分要提一下。所有的受光面、服装部分呢，都统一走一遍。像画到毛领子的时候，不要太拘泥于细节的跟对象的一模一样，要敢于从对象上做提炼和取舍。因为从疏密关系来讲的话，那一块如果画的太密的话，也会打破现在画面的这种形体疏密节奏。现在像头和手是比较密集的部分，那么在这个领子这儿，如果你画的节奏跟那儿一样的话，效果也会受影响的。所以就是我们要在画这个领子的时候要把握一个度。衣服的像这个褶皱，它的主要转折处的明暗交界线适当的交代，还有明暗交界线附近的一些小的形体变化也适当的画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衣服呢是会细节越来越多，它的体积感和质感也会越来越明确。把一些暗面呢适当的去加重。要注意这个袖子部分的体积，然后和它这个投影关系，就这只胳膊它的投影关系要跟底下的衣服处理的合适。然后现在呢又回到了面部，
对面部做一些具体的刻画。那么这个过程里还是不要拘泥于某一个局部，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局部上不要停留太长时间，经常的这儿画一画，那儿画一画啊，然后这个过程里呢，随时要观察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像现在呢，就是在眼睛啊、鼻子呀，还有胡子上，在进行刻画。现在是在对这个烟嘴的部分、过滤嘴的这个部分进行一下交代。把暗面的形体呢进一步的去刻画。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刚才在刻画一些转折处啊，像这个颧骨啊到颧骨弓啊的转折，然后现在是在咬肌的部分。画胡子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那个一根一根的胡子给带走了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它整个的胡子的一个体积的感觉，要敢于做取舍，抓最主要的东西。然后暗面的一些这个重颜色，也是在这个过程里呢，要不断的去加深。那么刚才是把胡子的暗面处理了，整体处理了之后呢，刚才用亮颜色再把胡子的一些亮部稍微适当的提一下。这个过程里呢，要注意一定要保证它的整体性。现在是在把眉毛和额头部分的一些形和轮廓再处理一下，注意眼窝的深度。现在是在画额头侧面的这块的这个形体，然后结合皱纹进行刻画。还是退出去，这个到远处看一下整体效果，然后再继续。现在是在对这个围巾的领子的这个质感进行刻画。现在是在调整左侧这只眼睛，它的眼睛的一些细节和它的轮廓与背景的关系。我们画眼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眼球的体积，不管是男女老少啊，我们画眼睛的时候都不要被上眼皮啊和眼睫毛这些表面的东西给带走。现在是在对下眼睑啊、眼袋部分啊，就整个右侧的这只眼睛进行一个刻画。就大家画细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它都有一个合适的程度。这个合适的程度指什么呢？就是它的深浅、它的虚实。很多细节我们单独盯着它看的时候，它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你把它放到整体看的话，它就没有那么清楚，也没有那么实了。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让大家要画一画，就要随时退远，
就是你把画缩小，然后再放大，再去来回对比着看，就是这个原因。现在是在用涂抹工具在处理轮廓，让那个最左侧的那个形能转得过去，它要朝左后方转过去，额头的侧面，还有脸的这个就是颧骨附近的形要能转得过去，要不然整个脸它就会是一个浮雕效果，它不是一个圆雕的那种效果。仔细的来处理轮廓，大家在轮廓上一定要多下点功夫。轮廓不要处理的简单，很多同学的脸画的体积感不够，跟这个轮廓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现在是在把这个烟袋杆在的明暗和一些形体的细节做进一步的交代，然后嘴的暗面加强。这是远处那个衣领，它要在这个烟袋杆的后面啊，就不要给它画的要跳出来。但是呢，它还不能是完全虚的，它这该有的形体交代程度，咱们要给够。但是那个程度就是到刚好就可以了。然后现在是在对手部的形体进行刻画。大家画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指尖的这个处理，因为手指的这个指尖你处理的好与坏，对整个手的这个观感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括这个手指甲大家在处理的时候也要注意它的手指甲的形状，它上面的光泽，然后它的一些这个受光部分的那种提亮都是很没有必要的。那么现在呢，是在对这个每一根手指的亮面和灰面进行一个刻画啊。你看刚才呢，我又把它推到了这个整体，看了一下整体关系啊。大家也会发现我在整个视频过程里呢，不断的在强调，又经常的把画这个放大或者缩小去看，因为这个我们如果是在纸面上画的话，就是大家要随时把画就是放到那儿，然后你站起来推后推远去看画面，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大家在画老年人的手的时候呢，要注意它这个每一节指关节，然后呢还有它上面这个皱纹啊，这些都会非常影响一个老人的手的一个观感啊。同时我们要注意每一根手指头它都是有体积的，它上面也是有块面的啊，就是我们不要光这个被表面的质感给吸引，还要画它内在的东西。那么现在呢是在对这个烟袋杆的这个和手的关系这儿进行一下修正。每一个指甲都要仔细的去修，然后还要注意它的体积啊。刚才我也反复在强调，就是我们画手的时候，不要把它画的感觉每一个指头都是一个纸片，它的这个块面感是吧？我们看自己的手，你看你的手，它都是上面每一根指头它都是有几个块面的。
包括那个指甲上那个月牙啊，我们都要给它可以有所交代，然后推远看一些整体效果。这个是把暗部的这个袖口的这个毛领，就像毛的质感这个部分给它交代一下，然后后面的这个跟那个毛领子衣领衔接那个部分呢，就是适当的做一下刻画，但是就是说我们要做到既有细节，但是它又在后面。现在是对另外一只手进行刻画。像这只手的这个，它目前的这个光影情况呢，就是很容易让大家这个光去注意它上面的光影变化，而忽视一些里面内在的形体结构的表现。所以我们在处理这种状况的时候，最优选择是你既照顾光影关系，同时呢又把结构关系该抓的该表现的东西不要丢掉，就是两者要兼顾。现在是在画大拇指的这些上面的褶皱，烟袋杆的这个刻画，把上面的受光部分的一些细节适当的提出来。这个烟袋杆是这个模特很重要的一个道具啊，所以我们把它也投入一定的时间来处理好。然后现在是在处理另外一只手的这个轮廓。适当的柔化，然后这个是那个上面挂的那个应该是装烟丝的袋子吧，然后把那个袋子的绳子跟这个袖口的这个毛的部分呢再统一的处理。现在是在对这只袖子，它的一些在袖口部分的一些细节进行刻画。因为这只袖子啊，它在画面最前方，所以我们对它的细节还是有必要刻画到某一个程度啊。当然我为什么说某一个程度呢？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画面，每一个模特它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呢，根据画面的需要，根据你的感受去做相应的调整。
画这个带子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它整体上是一个重颜色，但是它在受光部分，就是有那个红色的刺绣那个部分，它还是有受光面的啊。我们既要把它的受光的感觉画出来，同时也要照顾到它那块刺绣的形体表现和光影变化。现在是又回到了这只前面的衣服上，然后再对这个衣服呢继续进行刻画。大家在这个视频中呢，可以看到我是经常在画笔和涂抹工具之间来回切换的。涂抹工具呢，它就是像我们在真实素描里用的那个擦笔，我个人觉得它还是很好用的，就是不管是在纸面绘画还是在这种数码绘画里，如果我们要达到一个传统素描的效果，但是呢，它终究只是一个辅助手段，大家还是主要的还是要靠画。它是作为一个涂抹呢，作为一个有效的辅助工具，有它的意义，但是不要过于依赖它，而且也不要把画面搞得过于的腻。如果你擦得过多的话，画面是会让人感觉很腻的。然后我现在力求做到的是让画面既保持一定的笔触感，同时又有适当的这个衔接啊，就是柔化的这种感觉。然后现在是在这个把带子后方的，就是那个衣服的毛领子这个部分呢，在后方的毛领子部分做适当的交代。那么这个部分呢是要画的有一定的细节，但是因为它所处的位置呢相对靠后，所以我们要注意它跟最前面的这只袖子也好，还是前方的衣服也好，它们的关系。就是如果后面画一画，感觉前面的东西不够了，那么我们像现在就在把前面的这个毛领子呢做进一步的刻画。适当的提一些亮部的形体，然后把一些暗部的形体适当的加重，然后推远看一下整体关系，然后继续刻画这个部分。它这个带子还有一个像穗子的部分啊，我们把它稍微的交代了一下。刚才把那个毛领子部分亮面提了一下，后来觉得太过了，把它又擦掉了。然后用涂抹工具再给暗部一些需要的地方做整体的柔滑处理，这样的
一个效果就是让明暗交界线的部分的效果可以更突出那么现在呢是在对这个烟袋杆的这个前面的最前方的这个部分烟袋锅对这个部分呢进行刻画。整个烟袋锅部分呢，它是在画面的最左侧，它是顶到画面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不能马虎该有的胶带该有的细节都要给它刻画出来。好，现在呢是在对面部进行进一步的刻画。像现在呢是在处理额头的侧面的皱纹跟内在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把白毛巾的轮廓的形进行修正。我们这个时候要注意整个面部的解剖结构，像额头的侧面，那么往下到颧骨弓的部分，然后还有像颞骨这块儿。现在是在对颧骨附近的形体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与刻画。那么鬓角这块的头发，也是我们画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虚实跟结构的这种衔接关系。然后对眼睛的部分进一步的去刻画，像上眼皮儿它里面的反光，还有眼袋附近的皱纹的一些具体的变化。我们还是要时刻的把画面缩小，看整体效果，然后再回到这种局部刻画当中去。那么嘴呢，下嘴唇之前的胶带有一些简单，现在把它做进一步的区分。现在是把这个胡子最前面最亮的那一部分胡子进行一个适当的刻画。这个部分呢，因为我们画的不是超写实素描，所以只要整体感觉能处理好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跟它画的一模一样。就是在兼顾整个这个胡子的体积和一些胡子的这种质感能同时兼顾上就可以了。画暗部的胡子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它的虚实和深浅，不要让它跳出来。那么注意胡子呢，就算是白胡子，它也是有层次的。我们先画后面的，再画前面的。然后呢，这个时候用涂抹工具和画笔结合使用，把一些太跳的胡子要压进去，用涂抹工具。
来回的放大缩小，看整体效果。像把亮面刚才比较突出的那块胡子呢，也做了一个调整。好的，到这里这张素描半身像就完成了，让我们看一下最终效果。希望这个视频能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